持续回到我们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是舒涵。好，要持续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一些国际的焦点了。首先带大家来看到的呢，是耿爽在这个联合国再次的强硬的对美的态度呢，就搬出来了。所以呢，这次很强硬，中方呼吁美方要放弃部署全球的飞弹防御系统。那说辞呢有多强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应放弃开发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尽快撤走在亚洲国家部署的提风中导系统，摒弃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撤回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美英澳开展核潜艇合作，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刺激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应当立即予以终止。好，用词确实强硬啊，但我想这个也就是合乎大家预估的一些表现。那我们也来看到是美方主持人现在有更骇人的一个表现，是在联合国让大家好震惊啊。那就是川普呢，其实23号到了纽约联合国的这个总部来出席联合国大会，结果遇到好多的状况，包括他跟第一夫人在这个手扶梯上，结果手扶梯突然停止下来了，然后读稿机这个提词机呢，又故障。其实那天呢，状况太多了，场面好尴尬，而且川普后来还要秋后算账，他觉得说这个手扶梯跟读稿机一定是可能有什么阴谋论要进行调查。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福斯新闻的主持人呢，沃特斯他在节目当中的一段话也引发大家这个哗然，就是美国要么你就退出联合国，要么炸了它或用毒气攻击。哇，讲得这么的直接吓人哎！所以呢，现在联合国秘书长就出来了，说已经私下来联络了福斯新闻。那这个主持人后来也立刻来道歉了。那再来看到是哥伦比亚总统超敢讲。多敢讲，直接开枪。他说呢，向美国士兵呼吁不要把枪口对准人类，更说呢，违抗川普的命令，服从的是人性的指令。哇，直接也是讲话讲得非常的直白啊！希望大家这个遵从自己的人性啊，感觉就是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看看。好，那再来看到美军现在问题当然非常的多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到全球的美军将领下周要来集结。那么呢，退将就拿希特勒来做对比。那美国防长当然有回应。好，这个召集令是什么呢？就是下周二需要在维吉尼亚州一个陆海军的陆战队基地来开会。而且人数达到数百名。那退役的这个将领就说啦：“你这个是希特勒吗？”德国的军人呢，在这个柏林被紧急召集开会，他们被告知先前对宪法的效忠的誓言已经失效了，必须要效忠希特勒本人。所以现在是不是换成美军，然后你效忠的是川普本人吗？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话呢，当然美国防长出来就是他要来辟谣啦，那就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啊，将军。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外患又是什么了？现在呢，美军加速所谓的复制者计划，要部署 AI 武器的一个部分。那五角大厦就启动这个名为复制者的军事计划，那当然包括了这个陆海空的 AI 系统等等的。那现在美军的无人机发展其实遭遇到波折，包括你的采购成本比较高，然后还有技术整合挑战很多。其实这个问题相较于中方的话，中国方面在无人机上头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无论是制造成本，它无论是它的技术方面，应该目前是这个全世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甚至说首屈一指都有可能。好，所以我们看到了2年前启动复制者计划，但是美军好像很难在这个战场上来做一个运用。那现在再来看到的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的这个司令哦，他也有话说，他说中国现在利用外太空的一个这个战场，进一步的来拉大了距离。那我们其实知道美中的这个对峙，从这个科技大战，现在呢，其实太空的这部分也已经是好久好久的一个历史了。现在看得出来，美方想要压制他们，恐怕也是不太有办法，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敲响警钟的部分了。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内忧的部分，因为川普真的四处开战场啊，他国内这个部分也是一样，民怨真
真的很多。我们来看到 ICE 的部分哦，现在呢，军队已经前往了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了。那现在美国的 ICE 大力的打击移民，在纽约、芝加哥都掀起了动荡。而且之前不是还有民众对这个 ICE 来做这个开枪的动作吗？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各地的这个反抗的声浪不断的涌起来，结果呢又派自己人去打自己人的一个情形出现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谴责这些 ICE 人员的行为，那已经有这个该人员执法过当的都已经调离现职，要来等待调查了。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场的示威还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方面现在呢，硬起来。那美国现在因为战场太多了，真的是内忧外患。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相关的分析和论点？文琦大师，其实你说这个福斯新闻的记者啊，对联合国这么仇视啊，不仅仅是因为我想川普的这件事情啊。因为川普，我认为他就是说，他去联合国还没有进到那个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之前，发生2个小插曲嘛。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太太走上电梯，那个手扶梯不动了。对，那后来有人调查，可能不是说有人故意做就是说破坏，而是他前面的有人走在他前面在摄影的记者啊，在用倒退的方式在上去的时候啊，不小心碰到他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暂停装置，把它停住了。所以呢，可是当时的话不晓得，后来事后他们也查了。那么有人说也不至于就有人特别在遥控这个东西啊，那可能就是说记者误控。那另外一个，他进入到这个会场以后，他的这个所谓的提词机，那又不能够这个运作。那联合国后来秘书处他们有出来解释，他说其实这个提词机我们都是让那些要来讲话那个总统他自己的人负责操纵。那为什么会出状况啊？他们联合国也没有说是我在弄的。所以其实，可是川普在一开始演讲的时候，他就自己讲，他说：“你看我来了这边，电梯也手扶梯也出了，然后这个我的这个提词机也出来，是吧？”然后他就讲停一下，他说：“这个他说有人会有 big trouble。”他等于就是说，当时就表示不快，可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可见川普对联合国的敌意蛮重的。那他在演讲里面，他还特别讲说：“我以前在做包商的时候啊。”我投标5000万美金，要来整修这个联合国大楼，结果没有用我的标，他们结果用一个标是几乎啊，他说是好像是好几亿美金的，那做出来的东西没有我当初来提供的条件好。如果用我的方案，你们现在这些大理石都是非常好的大理石，什么在那边讲，你想想看，一个美国总统跑到联合国，他当场提啊，因为他也提稿机也坏了嘛。他后来就是脱稿乱讲，然后他说：“那这样子，我就从我的心里面讲出来。”就他心里面，他对这个世界也不满，对欧洲也不满，对美国也不满对美国的前任通通不满，他对联合国也不满。结果他变成他1个多小时的演讲，就是说从头骂到尾，然后最后他这个福斯公司的这个记者还要继续去骂，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在世界上来讲的话，你会说为什么这么多乱？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乱。那我们现在知道乱源在哪里了？乱源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川普，这不是我讲的，因为美国人反对川普，也认为美国的乱源就是川普。美国现在这个 ICE 是你难以想象的，他们执法的时候是戴着口罩的。你想你是执法人员，你应该让人家知道你怎么只有强盗在打劫的时候，或者去怎么样去抢劫的时候，杀人犯会把自己脸蒙在一起。你代表司法，你代表正义，你代表国家，你去执法，你怎么把自己脸蒙起来？应该要站在明处嘛。站在明处，而且过去美国人他不会，除非你是现行犯，不会再随便逮人的。现在美国的这个 ICE 就到处逮人，所以你就发觉美国的社会真的就是说，在把这个社会秩序造成人民恐惧的居然是政府的执法官员，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非法移民。有的人长得像非法移民，他不是，可是人家看你像，他就把你抓起来了。所以现在不是世界很乱，乱到联合国去了，美国国内更是一团乱。
哦，真的不是这样哎，这个世界越来越乱，然后结果执政的高度越来越低嘛。而且呢，我们刚刚也看到说啊，是不是要让这些退休将领回来重新效忠啊？厉将军，这些退休将领，我们就等着看美国再一次闹笑话哈。这个你知道，美国你要懂得美国军制来讲的话，他们作战计划不是国防部在写的，是各地区的司令部。譬如说，我们都听过印太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平常就负责写作战计划嘛。然后，譬如中央司令部是负责中东地区的，譬如说欧洲司令部是欧洲的，南方司令部是南美洲的。那他们会设定各种想定，什么样状况之下我要用多少部队、多少兵力，要多少海军、空军哈。那譬如说是印太这个司令部里面，台海如果说是发生冲突来讲的话，他可能就跟美国海军司令部派3个航母战斗群给他，派几个空军联队给他哈。然后如果中东地区的话，他可能就是陆军的1洞1空降师过去。所以他们平常只是在作战计划，都是这些司令部、这些将军在做。那赫格塞斯是扮演什么角色的？我不晓得。我觉得赫格塞斯这次来讲，他不过是国民兵的一个少校。后来再当到福斯的主播哦，他有什么资格去对这些军事将领指手画脚的？人家作战计划都已经摆好在那边了嘛。那我觉得极可能的，纯粹就是那种就是精神动员了哈，就炫耀，他说我就是国防部长，你们以后都要听令于我。我觉得这个意味十足。你说跟军事上面。跟着作战方面，我觉得是完全没关系。但我们等着看，我个人觉得这纯粹就是这个赫格塞斯在立威了哈，把你们找回来，我叫你们来，你们就要来哈。虽然我只是一个少校，你知道有些人哈，这个越是自卑的人越喜欢做这种动作。那你说赫格塞斯他一个少校，他要去指挥这些将军，他会不会有这种心态？那好不容易今天他这个小人得志，当了国防部长，他就。很得意，把全世界所有美军的将领800个全部叫回去，从少将叫到上将全部叫回去。那你说提风系统，我认为说是美国这纯粹就是挑衅有余哈，但是吓阻不足。怎么会讲呢？提风系统它总共有3种导弹来编组而成，对空的它是爱国者，对舰的按理说你应该是这个鱼叉飞弹，但是因为鱼叉飞弹已经落后了，所以它改成用标准飞弹。标准飞弹是对空的，它重量只有60公斤，你60公斤怎么去打船呢？那第3个，它对陆攻击的，它是用这个所谓战斧巡弋飞弹，射程是很远，可以打2000公里，理论上面它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内陆。可是关键就是它是次音速的，就是解放军来讲的话，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937这次阅兵以后，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它有极可能会提早发现，及早将它做拦截，因为你只是次音速，我很容易拦截。那像现在部署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然后甚至于部署在这个日本的加索纳那边，那大家就可以知道，每次解放军他军舰要出去，一定经过2个港口，一个是南边这边巴士海峡，另外北边那边就是中古海峡。他现在来讲的话，这个部署在这2个地方摆提风，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挑衅意味真的是非常的足，但是能不能够真的达到吓阻作用，我觉得有待观察。好，那我想呢，这个美中的对峙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啦。那当然呢，这样子一个国际局势哦，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来进行观察。海明哥，我们怎么看？其实川普展现了他是有多么鸡肠鸟肚，他居然为了这件事情真的想要去追究责任，这个我是觉得很好笑。你身为一个美国世界最强国家的领导人，在注意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那他喜欢去追究就去追究吧。他只会把自己的人搞得鸡飞狗跳，因为其实相关的维安人员是谁？是你美国，联合国也是在你美国的领土上面，这里头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的特勤人员、你的相关人员去搞，那你要追究就去追究吧。那导致美国现在就一副好像又要用重启像雷根时代这种新战计划一样，想要拿来对付中国大陆。我是觉得大陆虽然说在联合国发言上面直接就是要求美国不要去部署这些东西。但大陆心里头大概也很清楚，川普当然不会听他的话，美国还是会往这个方向走。实际上，美国往这个方向走，对美国自己真的有利吗？不要忘了，大陆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区域中的强权，它毕竟它的势力范围还是只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带。那美国可是全球范围内的强权，那你要在全球去部署这些东西，美国打算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资源在这个上面？你做得到吗？就算真的做得到，美国的所有的资源都拿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对提升它的其他军力真的会有帮助吗？
所以美国如果想去弄就去弄吧，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偷笑在心里，因为这样会耗损他更多的资源，而不见得能够达到他想要的目标。那至于川普的恶搞，他不是只恶搞内政，他还搞他的军队。现在叫赫格塞斯去搞这一招，把全球所有的中号将领全部招回来，是怎样？是要重新宣誓向赫格塞斯效忠，还是向川普效忠？你做这种东西只会让军队的心里头更愤慨，你只会让这些人心里更不爽。那他心里更不爽，你以为表面上对你宣誓效忠，就代表他真的对你宣誓效忠吗？他心里头搞不好是更生气、更不爽的时候，你的命令反而更不容易获得执行。所以去搞这些东西是没意义的。我们都说你要以德服人嘛，也就是你应该是想办法让你的军队自然而然愿意听从你的命令，让他觉得你的政策是好的，我愿意跟在你的领导下面跟着你继续前进。就现在搞这一招，你搞这一招只是让军心更加涣散而已。那至于说他对内现在开始用这种高压统治的方式，老实讲了，我认为美国已经危在旦夕，在川普这一任内，美国世界霸主的名号可能就会消失了。好，如果不能以德服人，那难道要变成德不配位了吗？进广告。持续回到我们现场，我是舒涵。那持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还是国际情势的一个相关分析哦。那现在呢，看到的是中俄还有印金砖现在联手了吗？那川普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不过这个时候印度出大事情了，莫迪的这个敌对的阵营他们在办造势活动，结果数千人就围绕着竞选车发生严重踩踏意外，就这样踩来踩去，你看人多到一个不行啊，太吓人了。最后呢，至少39个人死亡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因为这个是莫迪的敌对的政党嘛，那我想莫迪心里应该呢是觉得，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这个很严重啦。那他心中可能也会觉得说他的敌对的对手现在麻烦大了。好，那再来看到了是现在金砖联手，美国紧张了吗？那现在印度外交部长有驳斥北约秘书长的一个言论。那主要我们也知道，川普现在不满的就是印度方面还是持续的跟俄罗斯来购买石油。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印度外长的部分就说这是一个不正确和毫无根据的，因为他说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莫迪正在跟川普来对话，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通话，所以呢，印度的外长就出来了，然后否认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根本就没有。而且俄罗斯外长呢就说呢，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印度还是有自尊的。你们把印度放在哪里呀？他们还是有自尊的好吗？市场这么大。好，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重新的来支持说，印度呢来竞选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一个主席的位置。那现在看得出来呢，俄罗斯跟印度方面，现在感觉这个暗通款曲的蛮明显的了。好，那我们也来看到呢，印度和金砖国家共同谴责以色列。以色列我们也知道，就美国的这个小老弟嘛，那现在蛮失控的一个状况了。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现在巴勒斯坦呢，甚至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吗？说要申请加入金砖啊。那中方有4个字的回应。好，4个字的回应是什么呢？好，到底中方会不会支援？那他说，我们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到金砖合作当中了。所以印度是不是现在直接用一个金砖国家砸向美国的这一面厚实的大墙？你美国厚实的大墙是不是开始要出现裂缝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呢，美国和印度到底有没有可能悄悄的来修复关系啊？不过呢 ，Time 的这边的一个报道就表示说，好像两方的这个关系的信任度已经失去了。所以现在看得出来，美方呢，很多的朋友开始好像渐渐离他而去。而且不要忘记其实中印之间之前是有边境问题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他们竟然就已经可以开始悄悄的就已经融冰了。好，有新的敌人出现了嘛？而且这个印度的主持人之前他其实是态度比较反中的，不过现在态度也转变。Chinese have introduced a new visa category, the K visa. What's a K visa? You could call it China's H-1B. It is aimed at attracting young and talented professional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TEM. K visa was approved in August. The system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the 1st of October. And who can apply? China says, and I'm quoting,
It is open to foreign,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And here's what it promises. Number one, flexibility. It allows multiple entries, longer stay, and a provision to extend the duration of your stay.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专门介绍中国的签证，哇，那真的是中印之间暗通款曲啦。那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呢，巴方呢将7架的印度的军机炸成废铁，而且他就很强硬的说，敌人带着傲慢态度而来，就让他们颜面扫地。好，印度呢自己的一个火车试射的一个状况，这个射程还涵盖了中巴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巴勒斯坦中部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呢，这样子的一个中程弹道飞弹哦，他们希望借此可以提升对中巴等潜在威胁的核弹的一个吓阻能量。好，看得出来呢，印度方面在这个国际的政局上面哦，真的是现在看得出来展露了很多的头角，而且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拉拢了很多的新朋友。这些新朋友有没有能耐可以一起来抵抗这个美国的部分？而且这个联盟是否坚实呢？请教炳哥。印度又发生这个踩踏事件，其实他们因为人口很多，然后他们又常常经常有一些大型的庆典啊、活动、集会，所以这在印度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一个状况。所以人多本来就很容易出这种意外，这非常危险。所以我觉得印度他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他们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有这种大型集会都有这种高风险的状况出现。那至于说对购买俄罗斯石油遭遇到美国的制裁，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印度觉得这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话，他可能就会停止跟俄罗斯购买石油。但为什么他还一直要买？就表示他认为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获利比较多嘛，所以他会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嘛。那至于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招致到美国的报复，那就报复嘛。对印度来讲的话，他们也是有尊严的国家，他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去向美国低头。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对美国来说，我反而觉得美国要去思考一下你的战略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看，从拜登时期，他把中俄推在一起，现在呢，你把印度也推往中俄这一边，那请问一下，你美国到底在干什么？这完全违背美国自己的战略啊！你美国的战略应该是要分化中俄，要分化中印。你不是本来还有印太战略吗？如果印太战略没有了印度，那还是什么战略？那就什么战略都没有了。所以我一直搞不太懂，就是美国到底在想什么？还是他觉得他自己实力够强，可以一个人去单挑中印俄，是这样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对，所以我一直觉得美国的做法是非常奇特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还是川普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关税，这个在赚钱是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其他东西他都觉得无所谓。那美国跟印度真的有在悄悄恢复关系吗？我看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川普要的就是赚钱，那莫迪呢？莫迪也想赚钱啊，莫迪也是把利兹看得很重的人啊。那两个人都把利兹看得很重的话，那请问一下，这关系要怎么修复？你要印度现在直接让步，然后愿意让美国人来大赚钱吗？我想莫迪恐怕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印之间虽然过去曾经有过边境的这些相关的军事冲突，可是他们现在正在慢慢修复关系。这回甲亢解都态度180度转变，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嘛，中印边界的这些冲突，其实对两国来讲都不是当务之急，不必急着现在去解决，反而是当前他们面对美国的压力，大家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共同面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美国 push 的越厉害，只是让中印之间结合的越紧而已。那中印之间结合的越紧，其实对美国是极端不利。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在干嘛。那之前川普还想挑拨离间，说这个印度被巴基斯坦可能击落11架飞机，越讲越多。那今天巴基斯坦又跳出来讲7架，那可是印度呢？印度是完全不理这件事，印度就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甚至跟全世界宣称是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反正老实讲，有的时候一匹天下无难事，而且大部分印度国内的民众是不晓得这件事，他们一直以为他们自己是打胜仗，所以国际上再怎么嘴炮，到最后还是看你怎么样去操纵国内的人民。好，确实是这样子哦。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想赚钱，然后印度其实蛮想省钱的，好像取得不了一个共识。文基大使怎么看？当然就是说，美国是在做文章啦。不过美国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啊，也没有说他自己要做。对他，事实上印度已经被课了25%的关税，
它现在是要欧盟来做，要课100%的关税。那美国只课印度25%，它也没有课中国大陆25%。因为美国的说法其实它也有一个解释，美国说啊，他说俄乌战争没有爆发前跟爆发后，中国大陆买俄罗斯的石油的量是一样的，没有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中国大陆就投机去多买一些就俄国的能源，原油。好，印度不是，印度俄乌战争没有开打之前，他买的比较少，一开打以后他就大量购买。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印度是投机的，所以印度他课了他2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大陆没有。那现在川普前一阵就说，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跟美国也搞翻了，那现在他要报复这个俄罗斯，所以他又重新提这个问题。那可是他是说我会做，可是呢，他说要欧盟先做。他说这场战争，俄乌战争是你们欧洲打的，你们应该做的更多。所以你们应该课对印度跟中国大陆课100%的关税，然后呢，美国看你们做了以后，我也会做，可是你们要先做，因为你们是这个战争是你们的战争。那当然，印度的你知道这个他的这个苏杰生外长，我记得在去年吧，是在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面，他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座谈，主持人问他说，你们印度为什么要在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你们买那么多俄罗斯的石油，你们在这边大赚其钱，你们这样做是对的吗？就苏杰生说，他说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做啊。你应该说我们印度人很聪明才对，对，意思就是说你们打仗是你的事，我现在看到机会我去赚钱，我是很聪明，我道德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印度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不认为别人有权来干涉，这是印度的主权行为嘛？那越干涉，印度现在就怎么样？越往俄罗斯靠，也往中国大陆靠。那跟美国现在的关系搞得很僵，所以印度现在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甲亢姐还帮中国大陆宣传这个 K 类 Visa 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印度人，就是说啊，跟朋友翻脸的很快，那跟敌人呢，过去的敌人做朋友的这个速度也很快。这是印度的典型的印度文化的一种展现。好，看来真的是别人打仗我贪婪哦，印度表现无疑。厉将军，这个贾康姐介绍跟中国的这个 K Visa 我觉得跟前2天的这个美国要提高 H1B 的这种签证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原来当初这个签证是老布希时代为了让美国能够留住人才所以用了这种签证这个1500块就可以了。但是后来这个川普现在发现说是这个美国高科技业来讲的话，那他们的这种工资就是这个印度就是这些外国人的工资比美国的工资平均要便宜15%到20%这么多，所以说这些外国这个包括到这个科技的企业来讲，他们用的就用这些国外的这些科技人才，不用他们美国的人才，所以说川普就是说那个脑门子很简单的想法，就是那我提高你的签证费用，让堵住你，让你进不来，那这样的话企业就会用我美国自己本地的人才。但他没想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来讲的话，通常申请这个 H1B 的签证最多的是印度人。我们不可讳言印度来讲14亿人口，他们很多在其他有很多的专长是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包括他们的软体、AI 科技还有数学等等，是世界上面的强国这东西你不可讳言。那现在好了，如果说当然美国自己现在是讲说这个 H1B 10万块钱的签证不溯及既往，那以后来讲你一样把人家的路堵住啊。那印度受伤是最大的，这些高科技人才他将来没办法到美国去工作，那他要到哪里去工作？好，我们再看到那中国大陆现在福建舰现在创全球首例这个海事超乎预期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呢说，首入创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或是搭无人的战斗机。那个是中国大陆呢国产第3艘的航母福建舰的技术呢，现在已经创造了常规动力搭载了电磁弹射的这些系统也全球先例。那大家也很好奇接下来福建舰呢还会搭载哪些新型的这些舰载机呢？现在有专家来做
解析了。这个是中国的军事观察员呢，他直接讲说，接下来可以和这个歼15T甚至歼35呢进行联合作战。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保障类飞机进行这个电子干扰，或是具备空中加油的能力。好，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就是是不是出大事了？全球美军紧急召回令对比这样的情形，现在全球的美军将领下周要集结开会，退将呢拿希特勒来做对比。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呢开始也回应这个退将是说当时你看1937年7月的时候，德国的军人们在柏林里面紧急被召回，当时他们被告知要先对宪法效忠，誓言已经失效必须要效忠希特勒本人。好，那现在是不是等于要效忠布希本人呢？那大家也去问了这个赫格塞斯然后这个美国防长的赫格塞斯说，讽刺回应说，这个很棒的故事，很棒的将军就这样回应。那现在劳师动众就变成大会了嘛，变成部长的个人秀啦。所以呢，现在那个美国外交关系的委员会名誉主席他就说了，会议可能变成赫格塞斯只想彰显自己的权威而已啦。所以真的对其他将领能够实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打个问号。那现在美国必须要担心的就是哥伦比亚总统直接杠上川普。我们看看这段画面。Le pido a todos los soldados del ejército de los Estados Unidos no apuntar contra la humanidad sus fusiles. Desobedezcan la orden de Trump.直接拿起那个大声公，直接讲喊话美军不要再听命于川普那美国国务院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是鲁莽跟煽动行为，我们将撤销他的签证。但人家有在怕吗？人家根本没在怕，他还继续发文反击说我不需要签证也能去啦我没有签证我一个去美国，我是世界上的自由人，根本没在怕你甚至呢，他直接继续在骂说，联合国总部不该继续设在纽约，直接批下去了所以人家根本你美国要对他制裁，他也没在怕。那甚至呢，现在美国内战这样，像川普把移民当作宝可梦在抓吗？这会是像内战边缘的。现在川普怒派军队逼近波特兰，授权动用全部军力来示威镇压。授权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要用全部力量。那现在呢，你要进驻波特兰，州长直接斥说你根本滥用权力说波特兰市现在安全状况一切正常川普向这个该市派军是滥用职权，甚至波特兰居民怎么看？他是嘲笑川普说要派兵，威胁要派兵，说这里根本不是战区我们是市区，不是战区，好不好？表示我们这边不是战区这样的谈论真的是让人作呕。好，那现在 ICE 呢执法升级美国多个城市呢紧张对峙，现在目击者控砸碎车窗进行强行逮捕直接强行逮捕出来了。波士顿地区传出一名瓜地马拉籍的永久居民呢，在拘捕的过程当中呢受伤，必须要送医治疗。好，那他们指控说，你过于粗暴嘛，甚至直接打破车窗，直接强行逮捕。所以大家想说，现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将拘捕非法居民，把它当作宝可梦在抓这样抓。那现在宝可梦公司也没送也不爽反批，甚至这个是这个美国国土安全局在社群上做出的这个宣传影片直接拿宝贝球出来这样子所以当然宝可梦迷也不爽，宝可梦公司也不爽。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的？先讲这个福建舰呢，大家应该前一阵还记得他在就是93的时候，然后做就是这些军机的分列式，然后呢这几个受到瞩目的军机歼35第5代的战斗机，然后呢歼15T重型的战斗机，还有空警600这3款，后来都在福建舰上的一个就是影带，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电磁弹射。分别成功，而且还降落。那很快的，他们认为大概在10月份，福建舰就会成军。那他们美方这段时间很多的军事的媒体、主流的媒体都在做比较，比较什么呢？福建舰跟福特舰，美国的最新型的福特号，福建舰8万吨，福特号10万吨。一个很大差别就是福建舰是常规动力。福特号呢是核子动力，但是这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就他们都有电磁弹射，可是福特号上面没有针对第5代战斗机，美国叫 F-35的电磁弹射，因为它有 F-35B 是垂直起降，所以其实在这个功能上的对比，已经可以把福建舰跟福特号做对比，甚至我看到了有一些
美国的媒体认为说，其实已经被超越，因为它在电磁弹射上面可以做第5代战斗机的直接的弹射，所以这就显示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航空母舰第3艘即将成型，3艘航空母舰的解放军海军，第4艘应该会在计划中，甚至已经开始启动，一定是核子动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美中的海军的对比，不是在全球，而是在西太平洋区域，第1岛链为主，到第2岛链，其实已经出现军力平衡的变化，当然对解放军比较有利。台湾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问题。美国这2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我跟你讲，美国的媒体一定批，哇，这个国家开始走向独裁。因为我们在讲军方尤其国防，现在美国叫战争部，文人管控 （civilian control）， 也就是他的这些部长一定要是文人出身，不可以是军人升上来。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些文人要军人表态，你知道赫塞斯曾经就直接说，他要把美国的5星上将砍掉20%，因为没几位了，就砍了20%。但是呢，他要把将军跟海军的上将砍掉10%。他说少一点 general， 要多一点 GIs， 也就是美国大兵士官长。那他这个意思，现在把800多个将军集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要干什么？宣誓表态，政治化、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大概都会是接下来要做的。同时，波特兰，各位，波特兰今年1到6月我去查了一下，今年波特兰这个地方在就是 Oregon 它的这个首府嘛，华盛顿州的下面，加州的上面，今年1到6月凶杀案17件，这个在美国是很好、很安全的都市，它比那个中西部的 Kentucky 有叫 Louisville，或者是比那个田纳西的叫做什么呢 Memphis 都还要安全的多。那你派军队进去干什么？对，其实因为他是民主党，而且现在川普针对你，只要是反 ICE 反移民的部队，或者是你反法西斯这种运动、这种示威，他就认为是恐怖分子。这个很严重啊！是这个基本上在其他国家可能会被西方媒体骂，你这个要走向独裁呀，你这个就要走向军人，就是这种独裁掌控、强人政治。现在美国是不是有点一步一步的在往强人政治，而且要把他们共和党 MAGA 的那一套，要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先掌控在地方上反共和党、反法西斯的这些就是城市，然后呢，在美国的军队里面，针对这些将军，一方面要砍你的职位，另一方面呢，要求你在政治上的效忠。这个在过去我们难以想象，美国居然会出这种事情。各位一定要密切观察现在美国的变化，同时它的关税开始来的时候呢，那个压力更大。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的内部现在可能面临到一大的冲突的临界点了。是，好，请教左教授怎么看呢？好，赫克塞斯要召集这些将军们呢，据说川普也是通过新闻才知道那很可能是赫克塞斯想要秀给川普看，是就他能够去约束这些将军。最主要当然2个重点嘛，刚才杨老师提到，就是他要大砍这些将军的职位嘛，大砍上将的职位。当然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要训示他们不要再跟着这个什么Woke，就觉醒文化，要把觉醒文化从军队里头彻底拔除。那这个其实是川普想要看到的所以其实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秀了那所以到底会如何？到底是不是这些军人会不会有一些人当场吐槽他，或者当场去挑战他？我觉得这些都还可以观察。那总而言之，现在美国有很多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出现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像哥伦比亚总统在这个纽约说号召这个美军不要听川普的指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不妥的啦。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它内部选出来的这个总统，我们还是应该，只要你跟他假如还有邦交，他又没有要侵略你，你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挑战他内部的一个他的一个制度嘛。那反而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大谈特谈，是因为哥伦比亚是南美洲原来最亲美的国家。
在2022年之前，哥伦比亚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什么程度？他派部队到阿富汗去支援美军，然后呢，多次发表声明谴责北韩发展核武。那个北韩发展核武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么远哦，他就是因为他支持美国嘛。那所以说而且他跟美国是有军事合作关系，非常紧密的关系。但为什么现在改变了呢？因为现在这个 Petro 总统啊，就是他是哥伦比亚多年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左派的总统。他在4年以前，当时是就是在2018年是败选了，然后2022年卷土重来胜选了，所以他就开始跟美国要分道扬镳哦，他不要再做美国最听话的那个棋子。那当然，最近一次跟川普政府的冲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川普政府要派这个飞机把一些非法移民送到哥伦比亚去，所以哥伦比亚不让他降落，他拒绝你们把这些移民送到我这边来。那后来双方协调了很久，最后哥伦比亚派飞机到美国去把这些人接来。所以整体来讲，他现在就是说，你看你在这个委内瑞拉外海去跟委内瑞拉的这个部队政府军有冲突。而这些其实都是越界，然后侵犯了国家主权，所以他对这些事情他是很严厉的批评哦。那当然，这一次当然就看到了是在巴勒斯坦，在为了巴勒斯坦的问题，在这个纽约的这些参加这个示威，其实那个示威很大，而且还不同的人围绕着以色列政府，包括从以色列来的这些什么呢？反以色列政府的这些抗议示威者，所以整体来讲，当然这也反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经引发全世界普遍的一个反弹的情绪所以大家都在看说，第一个，以色列什么时候会让步？第二个，以色列会不会转头去拥抱一个大家都讨厌的人，叫做普丁？我想这个是未来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下去。好，请教舰长。首先要说，赫克塞斯招这么多人回来了。一个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就像左老师刚刚说的，川普都说我是看报纸我才知道，有可能是这样子吗？那当然，你说我看报纸上这样讲的，说他找他们来干嘛？因为美国现在从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了，你知道，所以他在这一次呢，要召集所有的将领，全世界将领回来到我这里，听我发表一个战争部的精神战士演讲。就是做个精神总动员，我们准备怎么样？像这种东西，如果我是国防部部长的话，因为美国有6个这个司令部啊，什么印太司令部、欧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什么北美、南美，它有6个司令部，我会分别到这6个司令部去，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一个跑，总比他们这么多人一起跑来好啊。你知道这些人都有很多事情的，而且他们这样子去跑，你知道他们都是几乎是头等舱啊，那些都是将军，都是头等舱，你要花多少钱？所以，与其这样子，当然我自己一个人去跑，这是一种。第二个呢，视讯可不可以？要大家坐在前面，我看你们就是讲。那你觉得视讯不够激烈？那我到一个很大的运动的那个广场，找几万个士兵进来，大家喊，然后实况转播给全世界，是这样去看，不是更有威势吗？那我也在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这跟川普用人有关啊。川普用人，你去看他如何让这些人对川普是极尽的效忠。没有任何恶念，就是找那种完全不适合干的人，像赫克塞斯，他是少校退伍，他也不是什么当过什么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没有当过什么议员，都没有。但是你怎么会找他？所以他在军中指挥是几乎一点威信都没有。那他怎么办？我在军中这么长时间，没有比我之前的人骂过我，因为骂我的一定比我高阶，是我学长。军中就有这个他。大部分将领不服他怎么样？我就来给你立威，你通通来看着我，除了砍你们之外，看你们哪个人敢不服我，这就是他的一个最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是，好，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呢美国政府是不是关门迫在眉睫了？现在美国政府呢再度面临停摆危机现在川普呢29号将与国会领袖来做会面因为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呢即将到9月30号到期，现在白宫官员表示川普29号呢将跟国会2党高层领导人来会面，来讨论政府资金的问题，以避免政府陷入断炊的窘境。好，那现在美国政府呢关门迫在眉睫了，现在经济学家也警告了，每周恐怕损失多少元？70亿元损失啊！哇，那现在不得了了。所以现在呢，有美国的这些网友呢，甚至这个电视台呢，做出了像这样子的这个卡通漫画，讽刺这样的情况，说川普说，
You are fired， 你被 fire 了的漫画来攻击鲍尔的利率政策这样的情况。那稍早呢，另外发布了这个贴文呢，是川普呢附上了一张图表，炫耀他在执政期间美国的抵押款利率从 6.94% 降到 6.26%。另外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摆明的这个美国顶级的 CEO， 他们私下怎么看川普？他说他在掏空美国经济哇！100多名的这个顶级的 CEO 在这样子来看川普，他说川普正在掏空美国经济的基础和制度。那虽然他们也支持将制造业回到美国，强化经济跟国家安全，但随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厦的能力日益削弱，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呢也感到忧心。所以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说，即使政府停摆，关税也不能停，所以关税才是最大的问题。那到底现在呢，川普的关税要对抗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底气在哪里？我们继续看下去。现在川普严拟扩大232条款的范围，当对等关税呢被法院推翻的备案，就来当备案就对了。那现在中国大陆有在怕吗？现在川普加剧药品关税引发焦虑，那中国大陆企业是老神在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要知道，川普在25号接连抛出了包括家具药品卡车等关税新政，中国当地的这些商家说，我们早就放弃美国市场了，早就另寻出路，所以不需要看你美国人的脸色嘛。另一方面呢，包括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出口也取得许可，特斯拉呢、福斯等外资车厂恐怕业务会大受到影响。来看到的是说，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来公布说，汽车制造业明年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从大陆出口电动车。那彭博分析此举将影响大陆设厂的特斯拉、福斯等外资车厂出口的电动车。另一方面9个月反制77家的美企，绝不接受边赚中国钱边害中国利益所以人家是有直接列出来，包括74家的美企呢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3家企业呢被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那共有77家的美国企业呢被采类似的措施，所以中国大陆呢是有底气可以跟美国抗衡的。另一方面看到现在川普施压投资，南韩头痛了吗？因为日韩预先支付9000亿美元的投资川普单方面的高调宣传政绩，却让东京跟首尔同时傻眼，非常错愕现在呢，这个南韩的国安顾问就说做不到，被川普要求要付3500亿美元投资赶快先付钱南韩说是没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支付，所以做不到。那甚至呢，韩国拒绝川普3500亿美元的这些预付的投资款要求，那陷入了金融危机。那现在他们怎么说？他说正在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以避免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好，先请教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真的会面临到政府停摆危机吗？我觉得有可能呢，因为过去每个总统大概都碰到这种情况，不过他时间应该会不长，因为国会会讨论这个方案那最长的时候应该记得是克林顿时期，华盛顿相当多的联邦的大楼都就是放无薪假，是就停摆。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美国的关税10月份开始，它又多了2项100%的关税，一个就是药品，第二个就是家具，是100%的进口。那美国的媒体就跑到大陆的广东的佛山一个县，然后去看那个是主要的家具，就是家具业者的这个地方，大家都这个等于是老神在在，没在怕。就我基本上已经放弃美国市场。各位，去年中国大陆输往美国占它整个出口大概是14%，后来呢就降到了11%，而今年的1到6月、1到8月又再减少了13%，所以从11%可能会降到10%左右。因此，也许今年就掉到整年对美国的输出就掉了它的整个出口的10%以下，10%以下再往下掉，就表示说我对你的出口就不是那么重视了，可有可无了那当然，美国现在自己把这个关税高筑，平均已经来到21%。如果把这个10月1号这2项又100%的关税的话，它会超过25%。这是历史上在1947年，也就是2次大战之后没有见过的。这样子的话，各国跟你的贸易都减少，那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他就要大家来投资，
制造业回流。可是制造业回流，他就用这种关税谈判的方式，让日本、韩国、欧盟逼迫他们6000、5500、3500、6000，好，欧盟是6000。那现在川普说，你这个预付款先给我，哇塞，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韩国就尴尬了，对不对？韩国承诺了，总共希望在未来这4年，就是各种方式，包含担保投资的担保，那3500亿。可是韩国居然现在被要求，你先给我3500亿，他完全不太了解这个算术以及金融层面。韩国说，我整个外汇存底才4100亿美元，你要我现在给你3500亿，你要我这个国家，这个完全就崩盘了嘛。By the way， 我们现在台湾，我查了一下，到8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是5974亿。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赖清德政府对美国承诺投资要多少。如果比照韩国的话，那不得了。所以呢，接下来可能还是会针对台湾。那韩国如果不先预付怎么办呢？那川普会不会把这个15%调高到20%、25%？跟各位报告，他可能会威胁，但他不敢真的这么做，因为现在已经我刚刚讲，如果把这些药品、家具，接下来还有半导体，它都调高，已经平均到25%，会对它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冲击。高盛预期从8月中开始科的关税，现在10月份再加上一些个别项目的关税加在一起的话呢，大概到10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的市场就会开始很快、很明显的反映出这个物价的高涨，因为到目前为止，架上的货品还是在之前6月、7月，当时为了抢进口，因为那个时候只有10%的基准关税，所以还有一些库存。可是当8月中以后的商品进来，都已经至少是15%，平均20几%。那这个时候呢，到10月之后，我觉得美国的通膨就会非常的严重。因此，他就希望在9月已经降了1码啦，降息。现在年底是不是能够再降息？可是现在看起来，就业人口的这个数字没有增加，8月份只有2.2万，非常的少，少到几乎对这个经济而言是很可怜的。所以接下来10月份开始之后大家要密切注意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股市。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现在日本、韩国要预先支付将近9000亿美元的投资啊！哇，东京跟首尔都错愕。老师你怎么看呢？好，当然现在韩国面临很大的压力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川普这么一说，大家在想他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是，所以然后之前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韩国在这个现代汽车在乔治亚州的这个工厂被搜捕，然后很多人被抓。所以这个李在明这一次去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他就不跟川普见面。川普其实有邀请很多人去跟他吃饭呢，结果李在明居然没去，被漏掉了。对，没有，他有被邀请，但他不去。是啊，那当然他知道嘛，韩国国内现在对美国的这个感觉非常不好，所以他现在不敢跟川普坐在一起。还有一点。如果坐在一起，川普可能又要问他说：“那我们之间的那个贸易协定到底怎么样呢？”这个他可能也答不出来。为什么？现在当然讲到就是说3500亿这个事情呢，如果全部用这个现金，照韩国这个安保市长那个总统府安保市长的说法，是全部用现金，韩国的这个他的外汇存底无法支应。他们可能会陷入这个金融危机，可是问题不只是现金的问题，因为川普的原话讲的是什么？他说这3500亿是什么预付款？事实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期望的是韩国投资的金额跟日本差不多，就是5500亿啊。那为什么？那要达到这个5500亿，那当然就有很多种计算的方法了。就是说，你这3500亿是现金，其他用别的方式来支付，或者是怎么样的分配。总而言之，不止3500亿。而且韩国跟美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很多当时谈的事情呢是没有落于文字的，没有把它写下来，都是口头上。那现在真的要把它变成文字，然后要把细节讲出来。那就是一番厮杀，所以大家现在都瞪着大眼睛在看韩国跟美国的谈判。那当然，这个是
李在明碰到的很大的一个压力。但可是不是只有贸易哦，还有北韩问题。川普过去跟金正恩他们之间看起来好像一度哥俩好，那南韩当然就不希望被晾在一边，所以这次他在联合国大会也提出来他的 end，就是希望用交流，然后用非核化来开启跟北韩的这个重新谈判，从改善南北韩的关系。那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呢？那驻韩美军又未来的这个归属于谁？谁去指挥它？那这些问题当然都会进入到美韩之间的谈判。所以现在李在明可以说一个头两个大，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暂时不见，免得国内呢这个反弹它反而更加困难。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永哲，请教舰长怎么看关税问题？其实这个关税，即使到现在为止，以我的观点来看，都有存在一大堆的变数。我们先说美国自己这个国家好了，美国的权力结构是宪法在最上，下面是国会，是国会在给这个行政团队他的权力，那行政团队就包含总统带领的，就是他的所有权都来自国会授权的。那川普这一次他所有做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直接他自己的，有很多都介于是不是违法的这个范围。那如果发生这些问题，国会认为这是错的，他们可以去告他。那告了以后，他大概要经过3关，第一关叫做国际贸易法院，这是联邦的国际贸易法院要经过。目前川普输了，这是第一关。第二关要到达这个联邦巡回法院，第二关川普也输了。现在在第3关，第3关在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因为有一些作业时间，他第一次辩论的时间是今年的11月要开始首次辩论，那他有一个期限，说你在这你不可能无限拖啊。2026年6月之前要做判决，他的判决啊可能有3种，第一种就是川普都是对的，都可以，他所有的这些都正确的，这第一。第二，部分否决，你做这些有的违法，有的可以。还有第3个就是全面否决，